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再见爱人的36问播出了，何美颜、梁松又是吵得不可开交。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们具体都表达了什么，分歧到底是什么。我希望我们两个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希望你真的尊重我，并且感恩我的所有的所作所为，感恩为家庭为你带来的东西。我真的希望你不要，一旦你有不满，或者我说的哪句话你不舒服，你就会马上跳出来攻击我。李松伟老师在那里哭，哪怕是礼貌，我希望你对我讲一些礼貌。我希望你可以顾及我的感受，因为这个话我已经在4年中反复提及到，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进去过，在我看来。我把你的话原封的给你，你说的话也是我想要表达的。聊崩了，这就是聊崩了。所以我觉得很微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不被尊重、被不平等对待、被俯视的那一方，但是我真实的感受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希望你可以把我放在平等的位置去看我，我觉得美颜讲这个才是真的吧？对，去对待我。我希望你能倾听我的声音，能够打开你的心去理解我。这个问题其实设计得很精彩，两个人都在要求平等尊重，都觉得自己在低位，这也是奇葩。现实情况肯定是只有一方是低位。你光看这一段，你觉得他们是谁？看全记下来，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在关系中的低位？两个人都在说尊重，但两个人表达的尊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梁松说的尊重是在表达希望何美颜把他当作独立自由的成年人看待，梁松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行为，就像在酸奶事件中，不要像家长要求小孩一样，要求他做什么一定要干啥。他希望的是何美颜尊重他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可以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做出举动。换句话说，也就是何美颜不要侵入到他的权利范围、他的边界内，要求他如何做、如何去思考。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防御性的要求，只是要求对方给予自己对于成年人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利罢了。往往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家庭里成年的孩子向父母要求权利、要求尊重的时候。何美颜说的尊重其实是认同、同意，他要求的是梁松需要听他的意见，按他的要求做，并且发自内心的认同这么做是对的，主动去做。一整季看下来，大多数时候他感受到不被尊重的时候，其实就是梁松不认同他，没按他要求做的时候。头亲没有按要求给，轰趴没有按要求在规定的位置排练，夜谈中婚姻规划没有跟自己保持一致，对自己在家庭贡献50%的看法双方不一致。剥离尊重这个词语，何美颜的要求是进攻性特别强，非常过分和可怕的一个要求，对任何一个成年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他的所谓的尊重只是用了尊重这个词而已，实际上是在要求认同、同意，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并且是入侵到梁松的边界内，强行要求梁松认同自己。他在要求梁松的爱情观、三观、对家庭的看法上和自己保持一致，在事物的判断上、行为上和自己一致。他们中没有获得尊重的是梁松，在低位的是梁松。何美颜是得到的尊重太多了，才会如此理直气壮地做出这种荒谬的要求，并且认为自己这个要求是对的。另外说到家暴的问题啊，你其实从这一点上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梁松绝对是没有家暴的。梁松如果有家暴，处于家暴中的下位者承受家暴的人是不敢对一个上位者提出这样频繁和荒谬的要求。接下来就是双方争论互不相让的这个内容了。梁松表达我中意一下，其实是以下的6个观点：家庭中主内的一方应该承担的家庭付出是老妈在做，回答了我认为的实话而已。家庭付出是什么？就是那些事情都是老妈在做呀，实际上是来了，要不然以后我就让老妈回去休息了。以后就是全部你来做，我每天我就点点疯了，我就说我们家小豆的家庭付出100%，力量太伟大。所以你确实是看不见，你可以接受吗？你确实你可以接受吗？所以你确实是看不见，是吗？第二是我不是情感专家、心理医生，能够时刻的表达恰当，你应该接受我这种偶尔表达不恰当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生活中，我觉得夫妻2个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是吗？我们自己提升自己的价值，我们为这个家庭创造更多的价值，变成更好的人，而不是说每天揪着这你在婚姻中应该学会怎么样变成一个博士、心理医生 ，something like that。I can't， 我就是一个小学生。第3个是我权利边界范围内的就按我的要求来，你觉得不 OK， 有的是这个事情不重要，我来决定；有的是我权利范围内，你的意见不重要，按我的要求来。你这些要求是侵入到了我的边界范围内的。
是这样子的，我一直有一句话，我觉得夫妻之间要有合适的三观。我觉得这个事 OK， 你也觉得这个事 OK， 那我们俩都 OK。那我觉得不 OK， 所以我跟你提啊。但我觉得这个你觉得不 OK 的事不重要。第4个是婚姻中不是只有爱情，我们的主线任务是为人父母，抚养小孩，应该给小孩一个更好的未来，给他们做好榜样。让我发挥我擅长的事情，让我发挥我的价值，你也去好好发挥你的价值。我们不要再因为彼此再去做这些支线任务而吵得不可开交了，好吗？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回到了一个正常运转的轨道，像大多数的家庭一样。我是家庭经济的主要创造者，已经断粮几个月了。我们应该关心家庭的主线任务，而不纠结在表达和我有没有足够爱你这些支线任务上。但我是在家庭中，我是创造价值的那个成年人。我们家里已经断粮几个月了，我们孩子能有学上？什么东西啊？没钱了，好像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赚到钱了，家里能有啊？能吃上饭能吃多久呢？第6个是何美妍在经济问题上有做，但是无关大局，结局产生的经济价值是不够大的，或者是做的事情很多，其实可以不做。说实话，小豆，那个店你真的没有帮到正忙上面。没有吗？人员的管理全是我，发工资全是我，每个日收支都是我，海报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后台管理全是我，我们的数据还有对接酒商、拿证、那个社保对接、税务对接全都是我。这些事儿都很麻烦的。不容易的，这是很难做的事情。是，这些其实只要店长做就可以了，你可以不用做的。有店长，我承认你做了，但我没有觉但是我得你做得好。做了，是不是？我没有真的没有我没有觉得你做得好觉得我做得好。在这个争论过程中啊，何美妍基本上就是在挑梁松说话不够严谨的地方，但忽略梁松表达的这6点核心意思，挑的都是全部每一件吗？永远没错吗？我也做过一些经济相关的事。你认真说，就事论事。我刚才说的，除了海报这件事情，活动你不认可好，其他那些事情哪一件事是你说的做的拖后腿的，帮倒忙的？整个争论上其实有点鸡同鸭讲，或者说是何美妍规避了主要的争论问题，而聚焦在自己能获胜的梁松表达不够严谨、做没做的这一些细枝末节问题，而不是主要的梁松的核心意思。我觉得很大一点上啊，是因为潜意识上他知道这个核心意识上他争不赢。我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每天早上必须得8点钟起来送2个孩子上学，然后回来先把家里收拾收拾，把衣服该洗的洗，该沾沾，该吸尘吸尘，拖地，然后看你什么时候起来，你起来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情，4点钟去接2个孩子放学，回来陪他们玩一会儿，肯定就要准备做晚饭了。晚饭可以2个人商量，谁有空谁做，对不对？到晚上洗澡哄睡觉，睡着了以后可以有一些2个人的时光。然后你的重心呢，肯定还是在工作上。我的自己的工作时间可能就是宝宝上学的那段时间我去做，然后宝宝睡觉以后的那段时间，有可能有精力去做。我们两个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两个是无法运转家庭的，在我看来。关于如何运作家庭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的诠释了他们要的尊重不一样。梁松觉得他们2个人无法独立运转家庭，何美妍认为可以，2个人的意见不一致了。于是何美妍就要求梁松尊重他，认同他的看法。这其中主动挑起矛盾，多次转移话题，希望梁松认同他的想法。第一次在梁松笑的时候，这个时候梁松是没有说话的，然后何美妍主动问起你在笑什么。直到6可能也一起上幼儿园。你笑什么？我在笑，就现在也不用做这些，你也没有在做自己的事情。其实何美妍肯定知道，这个时候梁松的笑是代表对他说法的不认同，但是他要挑起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让梁松尊重他，其实就是认同他。那梁松顺着这个话就开始说了他的意见，然后双方就开始争论起来。在争论中啊，梁松说到别怼了，希望这个事情过去。然后何美妍再次转移话题，变成了不是你在怼我吗？然后梁松给出了一个无可反驳的理由，我好好在答题，表达的我的看法，为什么是在怼你？何美妍发现这点好像确实是，于是就又转移话题，变成你说我不真诚，不就是觉得我撒谎吗？别怼了，好好答题嘛，怼什么怼啊？这不是答题的过程中你在怼我吗？不是你在怼我吗？我觉得你不真诚，不真实，好吗？我很真实，我觉得我做得到。我觉得你做不到咯。我说我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呢？你不是在答题吗？为什么我是怼你呢？你看，你刚刚觉得我不真诚，这句话跟觉得我撒谎不就是一个意思了？这一次梁松很聪明啊，没有在这点上争论，再次回到问题的主线，是否能独立运转家庭。在何美妍表达后，提出了回去后让老妈放假，来验证双方这个观点谁是对的。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2个人是无法运转我们现在的家庭，好吗？我觉得我的能力可以啊。
那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去让老妈放假了。何美妍发现这个问题无法应付之后，又再次转移话题了。我只是说，我觉得你就马上逼我来证明，没有必要吧？回避掉了双方不同意见，谁对证明这个事情。我只是说，我觉得我可以，你就马上就一定要把我逼的那样子吗？没必要吧？什么意思？于是接下来话题就围绕了为什么要证明来讨论了。梁松提出了让老妈休息这个理由太强大了，何美妍没法应对，再次把话题转移到你的动机就是觉得我不真诚，觉得我撒谎，最后问题就回到了你不认同我的能力。你其实因为你觉得我做不到，是因为你认为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这个底层体现出来其实就是你对我的不认可，你觉得我不行。这个过程中，大家看明白何美妍要的尊重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不同意见，梁松你要认同我的想法，我不管事实是怎么样，你都要认同我。这里无关真相，无关事实，就只要尊重。谈事实就是不尊重，看不起我，因为事实真相不是我的想法。我觉得何美妍需要的是梁松认同她的想法，认同她看世界的观点。梁松举例何美妍的行为说事实是不会让何美妍满意的，于是何美妍又开始了他在争论中为了获胜常用的那一套，就是找对方表达不够严谨的地方和对方表述中对方有做错的那个部分，往那一丢。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你说的是罕见案例，不是日常。你认为我是一个作假的人，这一些错误，但回避真正的要讨论的这个事实，也就是双方对两人能否独立照顾家庭的看法不一致。何美妍要的所谓尊重，就是梁松认同他的意见，侵略性特别强，这是对梁松的一个强要求，这是通知，不是商量。记住，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是野生 AI 产品，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爱琢磨、爱思考的产品经理。